我的父母在同一天惨遭灭口，我反手花光父母遗产享受人生，钱不够又把弟弟妹妹卖给了人贩子，他们都对我恨之入骨。老二经商是全国首富第7，老三从政是西海经济副部，老四更是科研院院长，老五是万众瞩目的新时代天后。只有我被酒色掏空了身体。此刻我正躺在病房里奄奄一息，病房外对我恨之入骨的弟弟妹妹恨不得让我立刻去世。他死了吗？这混蛋为什么还没死？持枪拒捕，好大的狗胆！病人目前气息微弱，怕是活不过这几天了。他总算走了，魏家从此一片坦途，再也无法影响我们的前途。四姐，你们团队研究的脑电波设备就在他身上实践吧。我不想看他堕落罪恶的一生，我只想通过无影的视角再去看一眼父母的样子。脑电波设备是通过链接人脑，提取记忆，另一个人可以进入佩戴者小时候的体内，改变和体验他的人生。安排我链接设备，我要成为小时候的无影，同时播放他原本的记忆形成对比。我要告诉众人，什么叫长子该有的样子。之后我们都陆续佩戴，成为小时候的无影，让众人看看我们是长子应该如何做一个大哥。与此同时，无影进入生命的最后关头，并感受到了有人给自己的头颅佩戴仪器，还听到了弟弟妹妹熟悉的声音。他很想睁开眼看看他们，但他没力气了。他的力气全部都用来完成和父母的约定，将弟弟妹妹培养成才，把凶手捉拿归案。无人问津，每个人都对他厌恶至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无影终于做到了这句话：吾乃家中长子，势必要撑起这片天。无影精神恍惚，脑波仪器也传来滴滴滴声。脑波记忆追溯，人生对比设备连接成功。接下来您将回到无影1995年的身躯内，并重新操控他的身体，重新选择人生。2段画面，一个是你模拟的长子人生，一个是无影的人生。对比开始，设备启动。第一幕，魏平生看到正在包饺子的父母，他刚激动想喊爸妈，就听到院外门口传出汽车还有枪械声、怒骂声。魏父慌忙把他从后门抱出，塞进了玉米杆里。魏平生全程蜷缩在玉米杆里，他是商业奇才，但忽然接触暴力杀人的画面，刹那之间完全失神。许久过后，魏平生绕到正门，看到院内燃气熊熊大火，院内父母脸色青紫，嘴里散发一股农药熏人气味。魏母用着最后的力气，用逐渐冰凉的手抚摸着长子。你是大哥，以后你就不能哭了，你要去姥姥家照顾弟弟妹妹，你们要好好活着。今晚来的人都是疯子，你别去碰，千万。魏母还有千言万语要交代，努力想要再说些什么，直到瘫软在地。死的时候，他还紧紧在攥着大儿子的手。我想起来了，那一年无影去姥姥家接我们，他说父母外出，家中失火，原来不是失火，是有人蓄意害了父母。大力为什么要说谎？你害怕了对不对？魏平生怒吼来释放恐惧，让自己冷静，然后迅速跑到邻居家门口。寂静的夜里不断响起急促的敲击声，可并没有人回应。人性让大家都害怕引火烧身，任由魏平生敲门。父母帮衬了村民这么多，但现在，都是懦夫。魏平生开始骑家里的28大杠去8公里外的派出所，但发现车胎被扎瘪，车轮沉重的在淤泥里前进。他意志力极强的继续朝前走。我要让你看看什么叫长子人生。终于在满是泥泞的路上3个小时后抵达了派出所。警车得3个小时到，路上泥泞，这是最快速度了。满是疲惫的魏平生思索了许久，他决定实话实说。姥姥、姥爷，我爸妈被人害了，你们快来啊，都带点人。魏平生冷静无比，他决定以商业思维让事情变大，肯定能快速查到真相。准备医用口罩，指纹收集专家，必须取得物证、罪证，立即抓捕敌人，还有封锁交通。这个孩子冷静果断，思考全面。魏平生如果是长子，魏家肯定更强，他有当大哥的气魄，怪不得他之后的商业能这么成功。我很好奇，等会看长子无影的记忆，面对父母被害的绝望，他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他为什么没有告诉姥姥家，而是选择隐瞒下来？这不是胆怯的做法吗？与此同时，节目迎来了新的画面，记忆回到无影12岁。我的父母在同一天惨遭灭口，我反手花光父母遗产享受人生，钱不够又把弟弟妹妹卖给了人贩子，他们都对我恨之入骨。千万别出来，无论发生什么事也别报警，我怀疑他们在盯着你弟弟妹妹，他们势力太强。躲好，不准哭，还有爸爸妈妈永远爱你们。你到底发现了多少证据？因为你，我们滇边3条贩毒线都被端了。
所以我给你们一个机会，让你们一起死。吴影看着父亲被殴打，他一点一滴地记着每一处罪犯的样貌特征。你喝下农药，我让你老公服。老婆，千万不要！我喝，让我喝！你们放过我老婆！魏母深深看了老公一眼，果断一口喝了下去，瞬间脸色青紫，即将失去生机。魏父已然癫狂，但他被人摁住，他还想再反抗，直到蒙面凶徒面无表情取出一把匕首，对准魏父心脏猛然刺去，鲜血飙飞。魏父不再反抗，他颤巍巍看向吴影，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你要藏好，活下来，并坚强地活下去。为首的暴徒凶厉无比，他硬生生扶正魏府的头，粗暴掰开他的嘴，灌入农药，而后暴徒迅速倒汽油，在门口放入遗书，在房子内点火。可惜了，他们的孩子没在这，不然也杀了。不着急。吴影并没第一时间逃出来，只是迅速沾湿了毛巾捂住自己的口鼻，躲在了床下。吴影反应太慢了，他还不赶紧逃出来，他被吓傻了吗？整个院子都被洒满了汽油、农药，到时候光是毒物就足以致死，还不赶紧逃出去？画面随即出现新的一幕，汽油毒雾滚滚的院外再次传来汽车声，最后蒙面暴徒满意看着火海。弟兄们走了，肯定没人了，都死绝了，魏家没了。随后门外再次传来汽车轰鸣远去的声音，床下的吴影这才猛然窜出，用12岁瘦小的身体拼尽全身力量把父母脱离火海。魏母脸色从青到黑，强撑着一口气看了吴影一眼。不哭，以后爸妈不在了，你还有弟弟妹妹呢，他们怎么办？你不能再哭了，你爸和我查贩毒集团遭了报复，你以后想办法带你弟弟妹妹避开，别让罪犯报复他们。你以后怎么办呢？我还没看到你结婚，还没看到，你是老大，该长大了。其他邻居听到枪声更不敢出来，这两个最可爱的人永远倒在了血泊之中。吴影没有时间再去伤心，迅速将父母尸体搬入屋后玉米杆内，随即把暴徒殴打父母的证据收集到了院子里最不起眼的角落。叶城警局年轻执勤警员也看着记忆追溯节目，呆住许久。他为什么要藏尸体？何必藏着尸体？魏家不是普通报复，这是针对性灭门报复。魏家父母了不得，是第1代缉毒警出身，他们得罪的人可想而知。所以吴影应该是藏好尸体，对外说父母失踪，强行忍下这件事情，或者之后暗中再报告国安局。吴影害怕被报复，他为了保全自己和弟弟妹妹，所以没有敢报案。可他之后辜负了父母之托，没照顾好弟弟妹妹，他走入了另一条道路，无恶不作，惹是生非。难道这就是绝望之下的堕落？脑波记忆提取，下一幕画面在电视里出现，周围终于有邻居颤颤巍巍地赶来了。吴影落寞坐在正门前，取出纸笔，周围黑烟滚滚，他浑然不顾，只在认认真真写着东西。你还写什么呢？你干啥玩意呢？你家着火了。时间1995年1月30晚8点02分，春节节目刚开播，罪犯驾驶一辆漆成新灰白面包车。他记住那些凶手，他要做什么？95年除夕过后，吴影对我们说父母外出失踪，家中房屋意外被烧，之后我们便成为孤儿，一个一个的被他送了出去。从此之后，对父母闭口不谈。一个人亲眼目睹双亲被害，拖着抱着藏起尸首，房屋在烧毁。幼小的吴影没时间悲伤，没时间救火，因为他在记住凶手一切征兆。这孩子心理承受能力极强。全部人的心里都做出了评判，魏平生更适合做长子，他和家人一起承担，这才是一个家庭。你父母呢？你家咋起火的？吴影此刻好像是没有听到所有人的问话，只顾写下记住的所有细节。你这完蛋玩意，魏家怎么有你这种软蛋货？以前魏父帮这里铲路霸、除混混，而现在没有一个去灭火的，只是一味的在这里指指点点，像是在做天大好事。随后姥姥带着兄妹4人到达。吴影，你爸妈呢？你爸妈呢？出去了，他们之前就说要出差。那是谁烧的屋子？谁干的？是啊，谁干的？是不是你玩火？我不该玩火，我不该在家里点蜡烛，是我把房子烧了。眼前的这个12岁男孩父母被杀，房子被烧，他明知道凶手就在人群里，却不能指认，还要说房子是自己往火烧掉的。你这个孩子真是混蛋！你父母这么优秀，怎么生出来的你？大家气得都要打断他腿，而他眼神不经意看着隐于人群的那几名罪犯。暴徒在旁观，我不能露馅，弟弟妹妹还在这，不能被他们盯上。哥哥要保护弟弟妹妹的。他知道凶手在窥探，但他也知道凶手有武器，所以宁愿背负烧毁家屋、不孝之傻的骂名。
前辈，我真的很难想象魏无影以后的人生会是堕落腐朽、监狱常客。他现在有担当，很出色，但他以后确实堕落了，可能是这次灾难让他崩溃绝望，最终成魔。此时病房内，魏无影他神情变得狰狞，甚至是焦灼难受。这段记忆仍旧像噩梦一样持续围杀这个中年人。我们小时候居然面临灭口危机，那如何度过的？怎么可能？我怎么不知道？喂，无影真是愚笨，他只知道胆怯退缩，但我很好奇他是如何解决的。果然二哥才更适合是长子，他接下来能带领警方抓到凶手，带领魏家走出阴影。脑波对比画面继续，魏平生模拟长子人生画面。警方终于来了，魏平生冷静上车，面对警察询问。魏平生平静，他先说出抓捕方案，同时说出父母是公职人员，好让警方彻底关注起来。呼叫支援，案件恶劣超出预期，请求市局派出大批警力支援。这一刻的魏平生气度不凡，虽然他用的魏侠身体，但已经有了商业风范，浑然平静指挥。这里是否发生枪击凶杀案？犯罪凶手去哪了？只是起火了。魏家孩他爸妈不是去县城进货去了吗？早就走了，根本不在家。我们救火发现救不了，我就回来了，房间没人的。在自己去报警这段时间，凶手不光毁了现场尸体证据，同时还通过其他手段威胁了邻居居民，所有的证据都没了。这一人生中，我是大哥，魏无影，我一定比你这个退缩的懦夫强。现在最主要的是把家人藏起来，防止灭口。脑波对比画面继续，魏平生模拟长子人生画面。老宅废墟前只剩下魏家一家7口。你真给爸妈丢脸，老宅被你烧了，爸妈回来怎么办？以后我们都不会喊你哥了，你不配。魏无影在笑，因为他是长子，目前他的弟弟妹妹安全了，所以他不在意这些仇恨和唾弃声音目光。随后弟弟妹妹跟着2个老人离开了这里，而此刻魏无影却把收集的证据放进包里，然后擦拭起了水果刀。疯了吧？他让弟弟妹妹离开，他就是为了报仇。这怎么可能报仇？那可是犯罪团伙。怪不得那天家里房子被烧，他没有回去。他要做什么？他有那个魄力去报仇吗？整天就是吃喝嫖赌，无恶不作，毫无担当之心的垃圾。画面继续，矿区小镇上，魏霞趁着深夜开始敲每户人家的门，他声音故意变得尖锐，喊小孩名字，让他们出来。村长买的3手面包车轮胎也被魏无影撒了气。老少爷们，大家快醒醒，村子进贼了！村子所有的青壮年全部出来，扎堆聚集一起，慌张讨论。人群中间，魏无影哭泣。我看到人贩子骗小东，他们开着灰黑桑塔纳和一辆灰白小面包，一个光头，一个秃头，身高1.5米的中年人，他们车上还装着其他孩子。我明白了，魏家起火可能是人贩子趁机点的，就是吸引注意力，然后他们偷孩子。去山上找，开车找。村长大手一挥，怒吼咆哮。村长家门前，魏无影平静站着，擦拭着自己的水果刀，看着自己所制作的混乱局面，他面无表情。12岁的孩子如此心急，魏无影手段好恐怖。他知道必须危害集体利益，村民才会出动团结，只有这样他才有机会抓到凶手或震慑凶手离开。他也是在保护魏家其他人。这孩子才12岁啊，就知道暗中引导一切局面，让事情朝着他想要发展前进。很难想象为什么他一事无成，其他兄妹却事业有成。这真是年幼时候的长兄吗？12岁的他设计全村人搜山，这怎么可能？那为什么之后的他毫无能力可言，一事无成？95年除夕夜，警方的车在11点来到了矿区小镇，警车孤零零放在村口前。完了，人贩子把警方车开走了，原来他们躲藏起来，就是在等待报复或者偷车。公安副局长孙海洋怒吼：给局里打电话，无法无天，这群人贩子猖狂之极，派人拦截，必须将这群暴徒绳之于法。这一年他才12岁，心智已达到涉及全村的地步。爸妈在面前被杀，他没选择警方力量，而是利用警方亲自复仇。所以这便是你后来走上犯罪道路的开端。为什么不相信警方？少年12岁，放在现在不过是个刚刚离开小学的孩子。他真的相信能凭借自己的力量与那种犯罪分子搏命吗？95年啊，矿山偏僻之地，警方力量仍旧薄弱，尤其是面对这种有组织有预谋的报复杀人，魏家兄妹也已被人盯上。他利用人贩子之名威胁到全村利益，整合力量，彻底将事情闹大。只有这样，才能硬生生逼迫对方离开，又或者真正有更高层次的官方力量介入。这个被毒贩杀害父母的12岁孩子，不仅不报警，
还偷了局长的警车，一路冲上了山。凌晨动手灭门。这山怎么亮了？他们是在抓人贩子。人贩子，狗东西，真该死！怎么这时候出现？不管这么多了，分头行动。两辆车于岔路分开，魏无影毫不犹豫跟上面包车。病房内，三人看着脑垂体传出的画面怔住，在他们的印象里，大哥面对他们只会讪笑要钱，嘻嘻哈哈，从没什么力气。至少他们从未从那个人身上看到这样的杀意。这人真的是大哥吗？四妹亦有些恍惚，紧皱着眉头。画面继续，警车来到了山洞。此刻的毒贩因内脏受到撞击，肋骨断了好几根，连眼睛几乎都睁不开。魏无影第一时间蒙住毒贩的眼，捆住手脚。对不起，对不起，我们不该偷猎羚羊，放了我，求求你们！毒贩拼命呼喊，试图伪装成盗猎人员。1995年1月30日晚8点02分，罪犯驾驶一辆7成新面包车。魏无影细数自己记录下的毒贩的犯罪记录。是谁派你们来的？从作案特征到凶器，每一条消息都让扁发青年愈发胆寒，似乎空气寂静的都要含出水来。魏无影随即用水浸透包裹毒贩青年，冰冷呛入呼吸道。毒贩挣扎，肺部几乎被断裂，肋骨划开，任由对方哀嚎。魏无影手中动作不断。我说，我叫杨大勇，内蒙古白羊旗人，隶属滇边走私贩毒的一个公司，我是杀手，负责清除一些人。这次被杨老板雇佣，5万块钱杀一对夫妇，10万块钱灭魏家满门，而且不光灭门，还要逼我一些口供。但魏家夫妇死活不说。还有，我只是接了灭魏家的单子，其他什么都不知道。别杀我，我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我老婆等着我回去。哀鸣响起，魏无影面色苍白，眼泪滚滚。这个12岁的少年强忍着悲伤和绝望，搜集着审问出的讯息。天哪，这个孩子没选择逃避，而是打算直接报仇。他不光要借势驱逐敌人，居然真的要记住敌人一切。老警员多出了一点疑惑，因为他多了解一点内情。后来魏霞多次进监狱，甚至还碰了最可怕的东西。直到42岁这一年，涉嫌杀人，持枪拒捕，最终被击伤送进医院。一个12岁心智如此恐怖之人，为什么后面的人生会碰毒呢？病房内，魏霞的四妹愕然看着病床上虚弱无比的大哥。他那么厉害，但抵达洛秋城之后，为什么会将我们送人？连他自己也因为偷盗和斗殴被抓。魏家二子魏平生模拟长子画面出现，魏平生带着家人来到了洛秋城姑姑家，就暂时住在我们这里吧。他们来这么多人，每天白吃白喝啊！弟弟妹妹需要成长，还要时刻警惕凶手上门。这次人生，我是长子，我一定可以。魏无影，你的记回溯是什么样？一定很失败吧？和之前一样。但这次人生模拟中，我是大哥，我才不会像你。魏无影的人生追随画面再度出现，冰冷的洞穴内，12岁的少年记录着毒贩所说的一切：驾驶的车牌号，半山腰遗留的 DNA， 警车上残留的血迹。饶了我，求求你送我去医院，我就要死了。为什么要灭魏家满门？魏无影落泪，但声音充满寒意。我只知道魏家男人是缉毒警，94年查获一条贩毒线，害别人损失惨重。女人是国安，调查过秃头的问题，秃头才联合我们提供信息一起灭门。我就知道这些。随后，魏无影平静地看着杨大勇。魏无影面色苍白，开始冷静处理现场，血迹擦拭，指纹破坏，随后伪造脚印，一直到警车，并点燃附近的草丛，吸引村民前来。随后，水果刀再次出现。魏无影看着自己的腹部，眼光狠辣，果断挥刀，直到刀锋没入至刀柄。剧烈痛感与失血让无影面色惨白，力气也似乎随之流失，强撑着身体，将匕首丢入湍急河水。无影平静躺下，等待着。无影捂住血液狰狞伤痕，凝视夜空。他想到父母教导他如何查看犯罪现场，凶手会从哪些方面销毁痕迹，教导无影如何保存指纹、DNA 鉴定、记录特征，如何通过脚印计算身高体重、昔日温馨。父亲谆谆教诲，一幕幕浮现脑海。无影眼眶泛酸，但依旧倔强强忍。我不能哭，我是长子，我不会哭的，我还要照顾弟弟妹妹。失血的眩晕感让无影只觉得天旋地转，却始终死死捂住伤口。直到有脚步声传来，无影才终于闭上眼，彻底失去意识。眼前这个年仅12岁的小男孩，不仅偷了警车，还冒充警察，亲手打了一名成年大汉，只因3天前他的父母被毒贩追杀，惨死家中。孙子，这边有人，快抢救！这孩子被人贩子捅了一刀，但还活着。
随后吴影被警员抬上了车送往医院。孙局经我们的痕迹鉴定组检查发现，现场还有一具尸体。据受害人尸体检验，肋骨多处骨折，死因是心脏及腹部刀伤。凶器据推测大致是匕首一类。根据地面残留的脚印推断，应该在1.83米左右，体重79公斤，体型魁梧。根据线索来看，这里应该是第一案发现场。因为民众报警搜山产生危机感，嫌疑人发生内讧，因此先是驱车致死，凶手杀死同伙，随后驾驶车辆带吴影离开。途中发现携带吴影无法逃离，因此决定杀死吴影，弃车逃离现场。根据现场留下的证据，可以判断为凶手顺着河水逃离。立刻上报，要求局里增加警力，协助调查。人贩子太嚣张，不仅诱拐儿童，企图杀害孩童，还涉嫌杀人，必须尽快抓捕，否则影响太过恶劣。医院病房，五妹魏平林看着画面中她的大哥吴影的记忆，她难以置信。怎么可能？他真的受伤了吗？不是的，我记得他那时候在家完全没事，甚至还下地干活，他怎么会受伤？不可能。可人生回溯里吴影那狰狞的伤口终究不是假的，他为什么不说？闹这么大又是为什么？魏平林不知道，只是复杂看着。吴影真是12岁，这样的布局、心智、手段，哪里像个12岁的孩子？你们发现了吗？警方调查方向和现场痕迹检验的结果，他们真的开始按照吴影布局抓捕人贩子了。95年县医院病床上的吴影眼皮沉重，胀色缓缓睁开眼，胸腹伤痕刚刚缝合，麻醉效果即将消失，疼痛逐渐传来，失血让吴影没什么力气，很难受。我是魏家长子，爸妈不在，我就是家里的顶梁柱。此刻的吴影咬牙抑制住委屈、绝望，眼睛依旧红肿，神情决然，挣扎起身。父母尸体还被自己藏在秸秆里，凶手还在暗中窥探弟弟妹妹怎么生活，怎么成长。我不能倒，我是长子，我绝不允许自己倒下。少年眼眸顷刻锋锐，咬牙逼迫自己起身，一遍遍重复，直至此刻宛若钢铁。怎么样了？还疼吗？叔叔想问问你，那些人贩子具体消息。他们把我绑住，塞进后备箱，我不知道是去哪。车开得很快，像在走上坡。我只听到他们说还要多抓几个孩子。后来他们说有警员搜山，肯定有内鬼出卖。之后他们就打起来，我再看到就在河谷，他们拿刀要杀我。喊，我知道了，你好好休息，医药费叔叔已经付了。孙海洋一边叹息一边摇头，这孩子太可怜了。吴影受伤不重，因为自己下手有分寸，不是要害。见孙海洋要走，强撑下了病床。叔叔，我想回家。随后孙海洋确认病情后，带着魏吴影上了车。车窗后座，吴影目光平静，凝视窗外。一路上各村喇叭播放警报，组织青壮搜山，民兵队伍也开始巡逻。弟弟妹妹终于安全了。孙海洋将吴影送到大潭村口，便赶着去抓捕人贩子。吴影回到姥爷家里，弟弟妹妹还在酣睡，没人理睬刚回来的吴影，他也没休息，默默将之前审讯杨大勇留下证据再度誊写一份。随后他面色苍白，捂着伤口，继续书写后续的规划。去犯罪嫌疑人逗留处保留物证，提取 DNA， 保护好弟弟妹妹，必要时送走他们，以躲避凶手视线，安葬父母。12岁少年孤独坐在窗边总结一切，身后则是一夜惊惶哭泣后疲惫酣睡的弟弟妹妹。这一刻，阳光出现，一个瘦弱身影艰难坐明处，影子恰好遮挡住身后4个小孩童。此刻医院的病房内，五妹魏平林眼神呆滞地看着回溯画面，指尖无意识抓握几乎嵌入掌心。30年前是这样的吗？他想到那一天，吴影烧了老房子，姥姥姥爷带着他们4个先回家，之后他睡得很香，可后面外面总是传来喇叭吵闹声，自己被吵半睡半醒，本就烦躁。吴影回来后还一直坐在那里翻动纸张。原来那时候你在写这些证据，你要一个人对付那些人，将我们全都送走，去对付敌人，这怎么能做到？此刻他想到脑海中总是吊儿郎当、贪婪无度、胆小怯懦的身影，无法想象眼前这个12岁少年将会和如今躺在病床上开枪拒捕邋遢的中年重叠。魏平林继续抬头看着长子的记忆追溯，他要看之后吴影之后人生。眼前这个12岁的男孩，把被杀的父母藏尸玉米杆，竟然几个月不埋葬，自己却早出晚归去游玩。老弟的搪瓷碗几乎是丢在吴影面前，溅出一片汤水。4个弟弟妹妹面前都是大米粥、煮鸡蛋、咸菜，唯独魏吴影面前是一碗黄米汤。黄米稀疏，米汤也算不上浓稠。纵火烧房事情在前，老爷城中心里有气，压根没问魏无影一夜未归究竟去哪儿，连看都不看魏无影一眼，只管给其他4个孩子夹菜。虚弱一夜，魏无影也不在意，大口喝米汤补充体力。穷穷白兔，东走西顾，衣不如新。衣不如新。饭后，二弟魏平生开始读书，如今他11岁，正是初中年纪。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出自两汉古谚歌，讲的是劝诫人们珍惜眼前，不要喜新厌旧。哼，
用你说，管好你自己吧，就知道惹祸。听到二弟开口，魏无影没在意，只是伤口愈发疼痛，让他不时皱起眉头，表情几乎失控。三弟魏平正在院子里修自行车，链条半天套不上，皱着眉头。魏无影取来小棍子放在链条空心处拉动，脚蹬转动带上链条。哪都有你，你们都要好好的，都会好好的。没人听到，也没人在意那个他蹲在自行车前的虚弱身影。时间再度拉回25年，疗养院已经退休的昔日主办人犯案副局孙海洋也在看着那个孤独蹲在自行车前，满眼都是弟弟妹妹的少年，终于让他老泪滚落。那孩子从来不喊疼，出来那么大事也没有家人来，原来只是不想让人知道他所经历的一切，不想将两老和弟弟妹妹牵扯到危险中，他从来都只打算自己扛下一切。孙海洋苍老面孔满是哀伤，声音沙哑颤抖。你呀，你的一生怎么可能只有表面上那么普通？魏家二子魏平生模拟长子画面，缺钱。冷静下来，魏平生开始思索在这个时代如何赚钱，只是还没个头绪，门就被推开，弟弟妹妹涌入。哥，这道题怎么做？你快帮我看看，我自行车坏了，链条上不去。哥，你看，妹妹又哭了，她饿了。杂七杂八让魏平生思绪彻底纷乱，但他还是压着烦闷，耐心一一解决问题。魏平生对商机嗅觉敏锐，开始倒腾赚取差价。虽然在城市贩卖被驱逐，勒令交了100多块摊位费，但魏平生还是赚取了80块差价。星夜，当魏平生将钱交到小姑手里，终于也看到姑父勉强点头的模样。只是很快，他眼底化作惶恐，有撞击凹痕的陌生面包车缓慢驶过院外，愈发让他面色苍白。魏平生压着手抖，回到房间。哥，这篇古文是什么意思？老师说下周要举办自行车比赛。弟弟妹妹杂乱声音响起，紧张疲惫混杂。魏平生终于压不住烦躁，吼道：“能不能安静点？”这一刻，或许凶手就在周围。魏平生疲惫极了。随后，魏无影长子画面开始。清晨，大潭村30多青壮年组成的民兵分成2队，一队在村口设卡、村内巡逻，另外一队则开始上山搜寻人贩子踪迹。整整1周时间，大潭村始终在戒严。至少1个月内，凶手没机会大张旗鼓威胁到我们。在未来的很多天，魏无影早出晚归，谁也不知道他去干什么，只是每次身上都弄得尘土满身。看你这样子，每天都脏兮兮，像在泥巴里打滚，还不去洗澡洗衣服，弄脏了床单你洗啊。这个时候，魏无影根本还没痊愈，伤口得多疼。25年除夕，邺城高档养老中心，老二魏平生安排93岁程中如今正在这里养老，身体虚弱，坐在轮椅上。程中看着这一幕，呆住许久。那1周，无影总是傻笑，一身脏兮兮，早出晚归，甚至经常连饭都吃不上，回家了还要辅导弟弟妹妹写作业，肚子上为母报仇，还有那么严重的伤口，我真是老不死的啊！所以呢，之后你送走弟弟妹妹是为了报仇？怎么可能？你不是说为了钱吗？93岁的程中稀疏白发发筒，不敢相信，胸腔像是压了什么东西，沉重难受，几乎喘不过气。终于把父母安葬好，魏无影才放任自己委屈流泪。这一刻，他终于像个12岁孩子，无声落泪。他疯狂擦拭，喃喃自语：“我不能哭，不能再哭了，我长大了。爸妈，你们放心，弟弟妹妹都没事。”魏无影红着眼，声音很低，平静而坚定，脑海中浮现出昔日偷听到父母争吵一幕。滇西贩毒运输路线被我们捣毁了，但我暴露了，我怀疑单位有内鬼，对方身份一定很高。如果我突然死了或者失踪，内鬼也一定会压下消息，我得把这家伙先揪出来。不行，不准去，这条线放了吧，能暴露这样的消息给他们。这个内鬼身份太高，敌人太强。与此同时，魏霞又想到母亲临终前告诉自己的那番话：你爸和我查贩毒集团遭了报复，你以后想办法带你弟弟妹妹避开，别让罪犯报复他们。这一刻，魏无影终于知晓为何母亲要让自己躲避，不让曝光。妈，你放心，我一定照顾好弟弟妹妹。疗养院，退休副局孙海洋凝视这一幕，彻底呆住。内鬼身份很高，他想不通，原来数十年前几乎在东昌市掀起打击人贩热潮那件事，背后竟然隐藏着如此惊天秘闻。敌人这样恐怖，后来呢？你一个人去对抗了。医院病房仪器声响不断，三弟魏平正、4妹魏平阳两人对视，无法相信这一画面。父母死亡背后竟然有这么大的牵扯，
敌人如此强悍，但魏无影居然真要去对付无法想象的幕后黑手。洛丘市公安警局，如今正在值班的年轻干警陈孝文、周姓老警员也盯着画面。老警员眉头紧蹙，站立起来，回溯画面中魏霞曝光消息太过惊人。后来呢？吴影的回溯画面还在继续。这一天上午10点，吴影骑着自行车出现在春花招待所，他要去搜寻犯罪嫌疑人的证据。开房啊，证件的齐全，最近查的严，叫你家大人来吧。不是，我是之前住招待所客人的孩子，过来拿点东西。拿什么？咱这边可都清理过，没什么贵重物品，别讹人。不是什么贵重物品，估摸着被他们当垃圾扔了，我找找看。吴影眼神真诚，并再三保证不会乱动，才被接待员找人盯着带进去。警局里，年轻干警陈孝文和周姓老警员看着认真搜查证据的吴影颇为震惊。这小子先借着人贩子把事情闹大，发动群众力量给自己和弟弟妹妹暂时营造安全空间，随后孤身上山追凶审讯，获得消息之后，趁着这段时间把自己摘出去，还能得到埋葬父母的机会。现在更是一个人开始侦查犯罪嫌疑人的所有证据。旁边的老周也茫然看着，他从未看过吴影这一面，之前对吴影记忆也是这家伙被关进监狱，在里面萎靡不振，还脾气暴躁，随意斗殴。难道以前他进监狱都是蓄谋，为了报仇？这一刻，老周愈发觉得震撼，这该是怎样的算计？直播画面还在继续。95年除夕对魏家来说算不得喜庆，甚至还有几分难堪。冷风刮得人脸生疼，吴影没在意，借着傍晚时分残留光线，一个人默默坐在窗边整理搜查证据。爸妈到底去哪了？出差。等爸妈回来看到老房子没了，你跑不掉，真丢人！全村都知道你玩火烧房子。被弟弟斥责，吴影也没在意，靠在四妹魏平阳身边，开口指导。这道题解题思路不对。哼，你走开！要不是你把房子烧了，我还有辅导书用不着你假惺惺来叫。先管好你自己吧。不和你玩，房子没了，爸爸打。吴影没说什么，只是继续整理着证据。现在已有的证据有：现场物证巷子、犯罪嫌疑人杨大勇，对其余嫌疑人资料供述、春花招待所残留 DNA 烟头水瓶、老范农家乐就医残留皮屑组织。吴影将现有的证据分门别类，麻利地装进一个箱子里。时间来到傍晚，饭桌上的气氛格外沉闷。我不想读书了。混账！老程家老魏家代代出人才，怎么出了你这么个孽障？烧房子不读书，以后去监狱过吗？第二天，村长周强和其他几个村子村长把这几天他们抓到人犯带到了警局，同时吴影也被案件负责人孙海洋叫了过来。孩子，看看死者几个人吗？不是，都不是。继续侦查，继续抓捕。趁着孙海洋吩咐警员，吴影看似纯真畏惧，盯着周强等几个村长。我记得那天车上还有个小孩，肾都被挖了。一时间，周强几人面色愈发难看。事情从贩卖人口到器官，还有杀人案件影响格外恶劣。这样凶徒不抓住，几个村镇都寝食难安。当场各大村子的村长一合计，立刻就联名上报到县城，再上报到市辖区，要求加派警力继续抓捕。案件层层上报，最终结果出来了。被惊动的东昌省局将此立为重大案件，组织洛丘、西海、邺城、滨城、合肥多市联合侦破，针对贩卖人口、器官重大犯罪活动予以严厉打击。大新闻也引来不少记者。那些人绑了其他孩子，还掏了肾，我也被人贩子捅了一刀，丢在河谷。北方晨报记者马如学采访完，准备离开，刚才面对镜头，少年却凑过来，摊开手：“采访费。”吴影，别丢人。而吴影全不理会，挨个要了一圈，才将钱收起来。回到家，吴影将200块采访费递给老爷程中。这是我妈走之前留给我的，说是给弟弟妹妹的学费。程中看着钱松了口气，这段时间他也发愁，眼看寒假结束要开学了，给了钱的吴影再度外出。病房里，魏平正看着画面，他能做到一切，可他为什么会放弃将我们送人？记得大火烧了老房子不久，我们去上学，我在学校被人欺负，都还是靠着自己还击，打得对方转学。那时候我也告诉过吴影，可吴影根本不敢管，也不在意。魏平正一边说，脑海回忆起昔日那一幕，矿区小学那时2年级的自己被个胖子欺负。回家后，他告诉了吴影，但吴影只是冷眼看着他，平静地说道：“这是你自己的事，男人的事就该自己处理。”也正是因为这件事，魏平正才厌恶所谓的大哥，才开始想要当官，因为他不想自己再被欺负，也希望如自己这样的孩子以后不会遭遇这些恶劣的事。此时，节目画面来到魏平生的长子人生。这段时间，魏平生一方面继续倒腾各类商品赚取差价，一方面也私下开始找一些人，给他们一点费用，让这些人报警。身心俱疲的魏平生刚回家，老三魏平正就凑上来，委屈告知自己在学校被同学欺负了。魏平生愤怒带着棍子去学校揍了那个胖子，结果就是对方带着家长连同魏平生也打了一顿。魏平生只能抱怒看着。第二天，老三哭着又来找他，说那个胖子又揍了自己。想到对方家长成年人体力对比，魏平生做出了选择，
咱们搬家不读这个学校了，以后哥能赚钱，你也不会被欺负了。病房内，魏平正盯着画面，看到二哥魏平生模拟画面为了帮自己而被打，感动开口：“这才是哥哥，他替弟弟出头，而不是不管不问。”吴影记忆回溯中，新画面继续出现。矿业小学背后的小道上，吴影站在路边等着，远远看着一个胖子。吴影眼眸冷漠，提起棍子：“等你很久了。你是谁？帮谁出头？”周学强怒吼，但吴影不回答。事后，周学强喊来了哥哥。周家大哥带着混混来了，一伙人各自捡了棍棒石头，对着吴影冲了上去。吴影也不在意，狠辣动手，被打得很惨。回到家已是天黑，手臂、手掌多处淤伤，裂口累累。老爷城中看着吴影，愤怒推了他一把：“多读书，这是为了去当混混，不学好，魏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丢人东西？”吴影没开口。第二天带着满身伤痕，在矿业小学门口再次堵住周学强。昨天伤还没好，周学强畏惧抱着头，棍棒下惨叫着：“你丫的到底谁啊？疯狗一个！老子哪里得罪你了？”吴影冷着脸，一言不发，继续殴打，直到周学强无力还手。然后吴影故意停下，等着周学强的哥哥到。周家大哥听到弟弟又被打了，神情暴怒，带着几人匆匆赶来：“你他妈有病啊！干他，往死里锤！”这次吴影伤的比昨天还重，一瘸一拐回了家。直到第3天傍晚，在小学旱厕，吴影再度堵住周学强，再次下狠手。周学强哭泣，愤怒看着熟悉棍棒，无力感涌入心头。周家大哥得到消息彻底疯了，红着眼冲了上来。吴影丢了棍棒，神情阴郁，抄起一边拖把塞入旱厕，狠狠卷动各种脏污之物。等周家大哥带着人冲上前，吴影愈发凶厉，他癫狂挥舞拖把，将上面的脏污之物朝周家大哥后背砸去，拖把乱飞，到处脏污纷飞。周围小弟愤怒准备动手，被熏得不断后退，没人赶上。你 ABC 相似，老子宰了你！对象，我跪你，带爸！吴影面无表情，猛然将拖把推去，直接捅到周家兄弟嘴里。周家大哥瞬间干呕，他声嘶力竭的叫喊，一边呕着一边冲入厕所。但晚了，此刻吴影狰狞癫狂，狠狠殴打周家兄弟2人。我 ABC 的，我们哪得罪你了？你到底是要给谁出头？你说个名字啊！吴影依旧没说帮谁出头，只是摔下拖把，瘸着腿转身离开。此刻病房内，此时的魏平正已经呆住，他从未想过昔日曾发生过这样的事。彼时画面再度出现新的一幕，这是掉茅房了，这么臭！别进厕所洗，太恶心了。吴影只是默默点头，走了出去洗澡。之后饭桌上，吴影面前依旧只是放了一小碗米汤和一些咸菜。9岁的魏平正今天没哭，饭桌上的他神色骄傲。今天周胖子不敢欺负我了，我直接把他推倒了。他终于害怕了，而且这家伙最近都变老实了，不敢欺负大家了。遇到问题，人只能靠自己，一定要坚强反击。说到这，还故意看了一眼吴影，不屑转头。看到弟弟目光，吴影只是默默喝着米汤。深夜，吴影开始磨刀，带着刀趁着夜色摸到了周家。看门黑狗远远听到脚步声，开始狂吠。吴影眼眸阴冷，直接挥刀，嫣红溅落一地。狗叫声也引来周学强开门查看。眼见自家看门大黑狗死了，周学强只觉寒意从脊梁窜到大脑，喊都喊不出来。再欺负别人，否则这条狗就是你的下场。看着吴影离开，周学强终于彻底打寒，绝望，涕泪横流，瘫在地上。第2天傍晚，放学的魏平正笑着摸摸妹妹脑袋，肉眼可见的开心。周胖子转学了，变得特别老实，班里不少人可开心了。吴影看着逐渐自信的弟弟，没说话，一瘸一拐默默转身离开。而此刻38岁的周胖子也在看着直播，神色复杂，苦涩看着老婆。是的，画面里这个胖子就是我。吴影真是好手段，12岁处理事情就这么狠。很多人都以为让我老实的是那3次殴打，但实际上杀狗那1次才真是让我和我哥彻底死心，没有继续报复。什么叫有始有终？吴影完全像疯子一样在处理，这才是真正对付混混的手段。混混不怕比狠，总觉得自己烂命一条，要有人让他们害怕才行。这真的是你吗？看着画面里吴影那面无表情将大黑狗分解，魏平正心情莫名复杂。他居然为了我3次找上胖子，以寡敌众，却从未停止，甚至在半夜磨刀，一个人上门报复，震慑胖子。你真是这样的人？看了一眼躺在病床上颓靡身影，魏平正攥紧拳头。可之后你把妹妹都送走了，你让我没有家。此时病房内，身为明星的五妹魏娉玲看着众大网友整理的人生回溯信息，如何以人贩子为由闹大事情，利用警力保护弟弟妹妹，孤独追凶逼供，搜集证据，如何帮助被欺凌弟弟。12岁的吴影心智和心力简直可怕，无论是布局设计还是之后行动力，这些没什么，问题是这个孩子从一开始就被弟弟妹妹瞧不上。没错，
弟弟妹妹觉得他贪玩懦弱，家人也觉得他不上进堕落，但他面对家人永远都在笑，没黑化，平静扛起一切，默默处理。这才是最可怕的心理素质。当一条条话题映入眼帘，让魏拼灵呆住。他们说的真的是吴影吗？30年形成固有印象让他无法接受。他想到之后搬去城里自己被送走，那时候吴影厚着脸皮找上门，对很好的养父母索要费用，说孩子都给了，钱的到位，一如敲诈勒索。可如果他小时候是这样，为什么到了城里变化会那么大？12岁男孩去黑煤窑打工，干了3天，张嘴就问黑老板要50万工资。黑老板不仅痛快给钱，还疯狂跪舔男孩脚丫。3天前，吴影带着2手摄像机来到人才市场，2个人和吴影对视一眼就凑了上来。小兄弟来干啥？俺来找个活干，想看看能不能赚点钱。赚钱啊？那还有比挖矿赚钱的事？我们一天能赚好几十呢。你要愿卖力气，咱带你一个。好几十。吴影欣喜点头，似乎真是个没见过世面的愣头青。不过那矿不接受外人，到时候你说是我侄子，记住了，到地方别乱说话，我们说啥你记啥，别让老板他们发现，不然这钱你可是赚不着了。2个汉子，一个叫孙爱雪，一个叫赵学兵，干的都是杀人越货的生意。又骗到一个傻子，记住，到地方了就说我是他叔，你是他二舅，带着孩子来赚点钱。等下了矿井，给他砸死在里面，告诉老板，老板不敢报警，起码得赔咱3万。3万啊！干了这一票，咱们再换个地方。这完全是2个疯子。不过吴影那么黑一个人，装得这么老实，到底打算干什么？有人注意到那个摄影机和胶片吗？太贵了，吴影怎么会把钱花在这上面？众人疑惑中，继续出现新的画面。赵学兵2人没打算一进矿就杀人，故而吴影也真在矿里辛苦开始干活。突然一天，带着吴影走到镇上发廊，赵学兵拉着老板娘到一边商量，最后才叫来吴影。你小子不是这2天干活没劲吗？叫这个姐姐给你按摩按摩，就有劲了，就成人了。他脱我裤子，这就是个傻小子。赵学兵2人哈哈大笑，愈发放松警惕。傍晚，管理开矿几名领导抵达，矿山老板马启柳亲自出面陪同。吴影强忍着寒冷和臭味，躲在矿山茅房边缘，任由指尖冻疮破裂，默默拍摄画面。这些天，吴影不光拍摄矿山殴打矿工，还有这里偷偷违法采矿，各类证据都有。吴影12岁开始讹诈人，他的本性开始展现了吗？怎么可能？我感觉他要做一阵大事。吴影记忆追溯画面继续。深夜1点，赵学兵和孙爱雪已经睡着，鼾声很响。吴影悄悄翻出赵学兵手机，随便输入一串电话，备注媳妇，之后开始发送短信。做了这一笔，我就干掉孙爱雪，到时候拿着双份赔偿跑路。做完一切，算时间，孙爱雪每到这个点就会起夜。吴影将赵学兵的手机屏幕调整常亮，故意不小心掉在地上。孙爱雪本就要起夜，听到声响起身，看了一眼赵学兵的手机。当他看到屏幕上的短信，原本睡眼惺忪化作愤怒，他戒备地外出撒尿。床上，吴影悄悄看了一眼酣睡的赵学兵，删除短信。白天，孙爱学和赵学兵照样一起抽烟吃饭，似乎毫不在意。但吴影已经察觉到了，孙爱学对同伴明显多了几分警惕。临下矿前，吴影悄悄放了一把水果刀在赵学兵枕头下。哎呀，咱这睡得也太乱了。趁着赵学兵洗脸功夫，吴影假装整理床铺，一柄水果刀从赵学兵枕下掉落。孙爱学顿时觉得遍体生寒。注意到这一幕，吴影借着撒尿借口偷了其他矿工手机，给熟睡的赵学兵发了短信，将该矿工手机卡掰断，手机放回原处。半夜3点，吴影听到悉悉窣窣声响，眯着眼睛悄悄看着。孙爱学悄悄起身，径直站在赵学兵床头看着手机。赶紧动手，2个人都干掉，拿着双倍赔偿金回来。孙爱学脸色终于变了，悄悄放回手机，眼底闪过一丝戾气。趁着孙爱学回去睡觉，吴影也再度摸过赵学兵手机，一如先前那条短信一样，点击删除。差不多了，该动手了。该动手了，的确该动手了。2人目光转向正卖力挖矿的吴影，吴影迎着2人目光，只是憨笑点头，似乎全无察觉。贵为副市长的魏平正震撼看着这一幕，他到底在做什么？离间孙爱学和赵学兵，还拍摄这么多矿场证据，这是为什么啊？差不多了，赶紧找到吴影那小子，该动手了。没事，你放心的死。是该动手了，早就感觉你不对劲，你特么的也想对我下手。12岁小男孩跟着亲舅舅和金叔叔去北京打工，本是亲的不能再亲的关系，二叔却拿起镐头把舅舅敲死在煤矿下，并制造爆炸。
叔叔孙爱学跑到老板秘书面前就开始哭嚎：“矿井塌了，孩子的舅舅埋在里面了。”吴影也在旁边配合着表演。可老板总觉得哪里不对。这个新矿工没来多久，矿就塌了，我觉得10分有9分不对。你去把那个小孩叫来，问问究竟怎么回事。随即吴影来到煤老板面前就开始表演：“俺在人才市场碰到他们，他们说带俺挖矿赚大钱。他说不是他们亲戚，老板不让上工，就让俺叫他二叔。”他妈的，算到老子头上了！把这个小崽子关了，来几个人，抄家伙，找孙爱学聊聊。办公室门被反锁，吴影轻松拿着扳手撬开房间。马启柳找到孙爱学，拖着人开始盘问。这年头敢开黑矿，手底下暗底都厚实着，几个打手下手也够狠。吴影此刻藏在脏兮兮的煤炭里，开始拍摄打人杀人画面，直到孙爱学咽气，马启柳安排人善后，才烦躁离开。那小崽子跑了。黑矿老板生怕吴影把消息传出矿区，整个矿区开始组队寻找吴影。吴影一直煤矿车里趴到凌晨1点，借助煤车离开，拿着其中一份证据。吴影随即给矿老板打去电话：“谁啊？去人才市场小胡同牛老师拉面店门口找一个白色垃圾袋，里面有你们杀人的证据。”他妈的，是你这个小崽子，你果然跑了。本来以为孙爱学、赵学兵2个人才是这次敲诈自己的狠人，那2个人为了敲诈要钱，这个小崽子又要什么？未知的往往才是最恐惧的。无奈带着人来到吴影所说的地点。马总，找到了。马启柳打开一看，终于面色铁青，胆寒至极。其中最令他害怕的是自己带人杀孙爱学照片，竟还有自己和领导合照。这样的证据绝不能留在外面，所以那小崽子和他背后的人必须得死。煎熬到中午，电话再度响起。我只是被人雇佣，老板说了，让你去矿区镇大潭村找一个开着3轮车卖咸菜的光头，记得带上50万。电话挂断，吴影没有离开。这里靠近学校，很适合弟弟妹妹读书，距离不远，出事概率很小，而且右边几百米就是公安局，安全更能得到保障。随后吴影租下这套房子来到车站准备回家。彼时马启柳听着对方挂断电话暴怒：“敲到老子头上了，去，马上给老子喊人！矿场所有打手，还有养在外面那群小崽子，全都叫上。”马总，咱不给钱吗？杀人证据在对方手中，几个参与杀害孙爱学的几个打手都有些惶恐。50万，你有啊？有老子也不给！找人宰了那个光头，还有那个小崽子，现在马上！这玩意1天不找回来，你们一个个都得吃枪子。所以吴影从一开始打算的就是祸水东引。50万，95年50万可以在我们县城买20套大房子，这个价格怕是吴影早就算好了。这小子借刀杀人，让事情闹大。与此同时，养老院内，程忠也在看着。那一年，吴影突然告诉自己说要去县城学修车，怪不得去了1个月才回来看家人一次，原来是引来矿区那些黑道，对付要灭门魏家的毒贩组织。在程忠记忆里，吴影就是颓废、赌博、多次入狱的混混，但现在程忠怔住了。3弟魏平正目睹眼前画面，攥紧拳头，难以置信。想到吴影最初看到那个在家门口假扮卖咸菜的毒贩，原来他那时候就计划好如何保护家人了。他没选择躲避，没选择逃走，而是选择借刀杀人，算计黑矿，